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布尔。前一阵子我录了一期 T6RM 对阵现代军队的视频，看的人还挺多的。然后我就心血来潮又录制了2期现代题材的对决，然后就不出意外的又没人看了。在经过一波冷静的分析之后呢，我发现播放多少并不是题材的问题，而是我有没有全程进行碎碎念的问题。其实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声音都还挺不自信的，所以我时常会觉得，若是全程都在说话的话，可能会让一些观众觉得很烦，但数据说明一切，所以本期我们还是进行碎碎念。然后我们本期的主角呢，就是这个二战的意大利。他们虽然被很多人说成是战五渣，但其实仔细看一看的话，他们的装备还挺多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吧。好嘞，在这儿负责进攻的小日子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给他们本次安排的有2台非常特殊的战车，一个呢就是这个长12厘的火炮，非常的精神，就是在这个9.7式中战车的底盘上架了一个120毫米口径的这么一个大炮，这个炮感觉像是海军的舰艇上使用的一种火炮。义军这边的炮呢就更大了，是210毫米的口径，这玩意儿咋看都是一个1战时期的设计，一炮下去呢，这个爆炸的烟雾也是很大。虽然没有直接命中目标，但这个9.7式的俩履带还是断掉了，而且炮塔似乎也没有了反应。至于正面接垒的这个战况呢，也是非常的激烈，一台95式斗战已经被打空了成员组，然后97式还表现得非常的英勇。虽然作为一个欧洲国家，但意大利的这些战车都非常的迷你，很小巧。据说是因为在亚平宁半岛呢有很多的山地地形，并且绝大部分地区的基建设施都比较落后，山路上有很多桥梁呢都是小木桥，如果车子坐得太重的话就过不了这些桥。我记得在此前我还做过这台车的科普，当时查的资料说这台车只有6吨，但意大利军方还是嫌弃它太重了，说不想要啊什么的。然后意大利军队使用的很多火炮呢，看上去也都非常的 old school， 就比如现在屏幕前的这个木轮子火炮，这个木头轮子是典型的1战时期的设计，因为到了2战时期，若是想进行快速的机动作战的话，你就得用汽车拖着火炮跑，而木轮子是无法承受那个速度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那些战防炮使用的都是橡胶的充气轮胎。那战斗进行到这儿呢，进攻方的战车攻势就被击溃了，而他们的这个长12厘的大炮呢，还躲在后方进行输出呢。这台车真的是怎么看怎么离谱。别人家的自行火炮呢，无论如何也保留个基础的炮盾，但若是你将镜头给近一点呢，还是可以看到它是有那么一小点炮盾的，只是它的作用似乎只是为了用来保护炮镜之类的重要组件。这波属于是经典的人命没有装备贵重了。然后在这种城市地图里呢，战况进行的挺慢的，这倒是可以让我随心所欲的慢慢解说。若像是平时那种简单的开阔地带对战的话，可能2-3分钟双方就结束战斗了，我在进行解说的时候也会很慌张。为了增加细节呢，我在旁边的这栋废墟的这个顶楼部分还给义军布置了一挺轻机枪，但实际上在战争之人这个系列里呢，它是没有楼层的设定的。我是直接通过编辑器拉这个枪的高度，把它给假装放置在了这个4楼吧，应该是。反正正常情况下，它本身的属性其实是在1楼的。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因为这个废墟有一些窗户嘛，所以当有敌军经过这些窗户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朝他们开火的，但是射界并不是特别的好。然后在这儿这个长12厘开始很勇的冲击义军的阵地，但因为它的上面毕竟是没有任何防护的，所以一旦靠近，它上面的这些炮手就会被打掉。为了解决这一尴尬的问题，我就写了一个让小人上车的指令。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炮手呢，就是2个海军陆战队了。在现实中，这台车似乎也是海军进行改装的吧。它这个120毫米的炮，若是打榴弹的话，威力还是挺猛的。
在这儿这个小兵的射箭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站这里一动不动。好在阵地的另一边呢，还有一挺这么个气稳式的重机枪，模组里标记它叫菲亚特什么的。这个意大利品牌呢，也是平时做汽车，到了这个打仗的时候呢，就造机枪大炮。它的这个枪看起来还是挺奇怪的，它的弹链呢是从下面进去的，但枪管呢却在这个弹链的上方，不知道内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。当然，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模型做错了。总之，在这挺很丑陋的机枪的压制下，这些12厘的炮手都被逐个的点掉，他们的进攻行动呢也就此被终结。因为此时是一个大顺风的情况，所以义军这边的坦克车组呢都开始勇敢的往前冲锋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看个乐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的碎碎念的话，还请多多3连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